在这一段被命名为 Beautiful View、Beautiful Moment 的幕后花絮中，烟火与月光交织出一种近乎梦境的氛围，而镜头背后的人与情感则让这一切显得更加真实而动人。翟依莹与张宏明这两个名字在画面中不仅仅是演员，更像是情绪的承载者，是那一刻所有温柔与悸动的化身。夜幕缓缓降临，城市的喧嚣仿佛被一层柔软的光影包裹，远处的烟火尚未升起，但空气中已经隐约弥漫着期待的气息。这样的场景对于任何一段影像来说都是天然的浪漫底色。而当镜头对准翟依莹时，她眼中那一抹微微的光似乎已经提前预示了这一切将要发生的美好。张宏明站在她的侧后方，没有过多的动作，也没有刻意的表情设计，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整个画面显得更加真实。他的目光偶尔落在她身上，又迅速移开，仿佛在刻意隐藏什么，却又无法完全掩饰。这种若即若离的情绪是很多观众在现实生活中都曾经历过的一种无法言说的靠近。烟火终于升空的那一刻，时间仿佛被拉长，第一束光划破夜空，带着微弱的声响，紧接着是绚烂的绽放。光影映在两人的脸上，让他们的轮廓变得柔和而立体。翟依莹微微抬头，眼中倒映着烟火的轨迹，那一瞬间她仿佛不仅仅是在看烟火，而是在看一段即将消逝却又无比珍贵的记忆。这一幕之所以动人，并不只是因为视觉上的美，而是因为情绪的层层递进。从最初的安静，到烟火升起时的惊喜，再到余光中彼此的对视，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被捕捉，最终汇聚成一种难以复制的氛围。很多观众会问，为什么这样的画面总是让人忍不住反复观看？答案或许很简单，因为它触碰到了瞬间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时刻，但正是这些瞬间构成了最真实的情感记忆。而在这段幕后花絮中，这些瞬间被完整的记录下来，并以一种艺术化的方式呈现出来。镜头语言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过多的剪辑，也没有刻意的节奏加快，而是选择用相对缓慢的推进，让观众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画面中的情绪。这种处理方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拍摄者的审美与耐心，因为一旦节奏把控不好，就很容易让观众产生疲惫感。但在这段内容中，这种慢反而成为了一种优势。再看两位主角之间的互动，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甜蜜桥段，没有明确的对白，没有直接的肢体接触，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对视都显得短暂而克制。但正是这种不完整，让观众产生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也许他们之间有故事，也许只是短暂的相遇，但这种模糊性反而让情感更加真实。很多成功的影像作品往往并不是依靠强烈的剧情冲突，而是依靠细腻的情绪铺垫。而这一段幕后花絮正是如此，它没有明确的叙事线，却通过光影、表情和氛围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情感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月光在这一段中并不是简单的背景元素，而是一种情绪的延伸。相比烟火的短暂与热烈，月光显得更加安静而持久。它像是一种陪伴，一种不需要言语的存在。当烟火逐渐消散，画面回归宁静时，月光依然在那里，照亮着两个人的轮廓，也延续着那份尚未消散的情绪。这种对比让整个画面更加有层次感。烟火象征着瞬间的绚烂，而月光则代表着长久的温柔。当这两种元素同时存在时，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张力。从表演层面来看，翟依莹的表现尤为细腻，她的每一个微表情都像是经过精心打磨，却又不显得刻意。她并没有用力去表达，而是选择让情绪自然流动。这种表演方式
更接近真实生活中的状态，因此也更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张宏民则更多地承担了情绪承接者的角色，他的存在让画面有了另一种稳定的力量。他不需要过多的动作，只需要站在那里，就已经成为整个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角色之间的平衡是非常难得的，如果一方过于突出，就会打破画面的和谐。但在这里，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补关系，让整个画面既有焦点，又不失整体感。再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内容之所以适合 YouTube 平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极强的情绪传播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观众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稀缺，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动人心的内容，往往更容易被传播。这段视频并没有依赖复杂的剧情，也没有刻意制造冲突，而是通过氛围与情绪建立起一种沉浸感。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只是旁观者，更像是参与者，仿佛也置身于那个烟火与月光交织的夜晚。此外，这种类型的内容还具有很强的二次解读空间，不同的观众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情感。有的人看到的是浪漫，有的人感受到的是遗憾，还有的人则会联想到自己的某段经历。这种多层次的解读让内容的生命力得以延续。在创作层面，这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真正打动人的内容并不一定需要宏大的叙事或复杂的结构，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场景，一段真实的情绪，就足以让人难以忘怀。当然，这样的内容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当外在的元素被简化之后，真正决定作品质量的就只剩下细节与情绪的把控。每一个镜头，每一次停顿，每一束光线，都需要经过精心设计。而这段幕后花絮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在这些细节上做到了极致。他没有试图去讲一个故事，而是选择去呈现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正是观众最容易记住的部分。当烟火完全消散，画面逐渐回归平静，观众的情绪却并没有随之结束，反而是在这种结束之后才真正开始发酵。那些未说出口的话，那些未完成的情绪，都会在观众心中继续延续。或许这正是这段内容最迷人的地方，它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去填补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那么，当你看到这一幕时，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是短暂的浪漫，还是长久的遗憾？是一次不期而遇的心动，还是一段注定无法延续的故事？你是否也曾在某个夜晚看着烟火升起，却在心里想起了某个人？又或者在一片安静的月光下，突然意识到有些情感其实一直都在？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探讨那些藏在光影背后的情绪与故事。感谢你的观看与陪伴，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分享给更多的人。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